一个人提起德甲，就会有几个绕不开的梗直接扔过来糊脸上。南大王一家独大，挖掘机挖空德甲，其他轮流争二把，一上欧战就拉胯，没有球星不豪华，都是菜鸡互相掐。当然也有反对的，说懂球才看德甲，团队政策，也就是50+1。50+1并不复杂，一句话就能说清楚。俱乐部会员制，不论持股比例多少，会员都拥有超过50%以上的表决权。这个1并不是指具体的数，可以是1%，也可以是1票。也就是说，你金主不论投资多少，有多少股份，哪怕占股99%，也顶多只有49.99%的表决权，决定权不属于你，这就不是金主爸爸了，而是金主儿子。而且，就算想给我送钱受气，我俱乐部和会员还要投票决定要不要你的钱，怎么有点像找大冤种？确实像，很多投资者就这样想的，于是丧失了大量的热情。世界上就你德国有联赛，就你德国有俱乐部，我不能去英超，我不能去西甲，愿意大资金投资德甲俱乐部的，基本上就是真爱粉了。德国俱乐部不需要钱吗？当然需要，有了钱，扩球场，买球星，占欧冠，分奖金，吃饭睡觉打败人，岂不美滋滋？德国本身也是老牌资本主义强国，为什么德国足协会出来这种反市场、反资本的政策？这就要从这条政策出台的背景说起了。90年代末是德国青黄不接的低谷期，98年世界杯，德国战车变成嘎嘎作响的老爷车，还在淘汰赛0-3惨败给克罗地亚。德国足协痛定思痛，认为自己人才储备的匮乏是导致这一切的原因。于是他们回过头来开始强化青训体系，从头开始，从娃娃抓起。强化青训最重要的是让不同年龄段的小球员能广泛的接受专业训练并打上比赛。于是德国足协补充巩固了7级联赛制度，让所有人只要有踢球的欲望就能打上符合自己水平的正规联赛，有正规场地有裁判的那种，不用自己摆砖头搭门。然后从02-03赛季开始就要求所有进入德甲德乙的俱乐部必须拥有自己的青训中心，否则不予注册。小球员只要满7岁就可以参加试训，12岁每周就可以接受4次训练，15岁优秀者就可以保送至青训中心和当地学校成立的足球精英学校学习。路径有了，还必须保证作为主要实施者的俱乐部有执行的动力，否则就有可能像脑子活泛的某个大国同行一样，临时租个或者直接建个假的装样子。这个执行的动力自然要与俱乐部的切身利益捆绑才靠谱。于是在1999年50+1政策就提前出台，它的一项重要目的就是限制资金的过分涌入，以保证俱乐部的竞争力集中在青训，集中于内部挖潜，而非凭借金元政策进行人头买卖。果然是老牌资本主义列强对资本急功近利的本质认识得很深入，预测到了放任自流的结果。或许他们穿越到未来，看过中超热闹几年后的一地鸡毛，知道了资本会把足球当成其他产业宣传的工具，推断出大量的资金涌入会让俱乐部形成军备竞赛，让众多中小俱乐部面临窘迫甚至破产。如果真那样，大俱乐部不会重视青训，薅羊毛更方便快捷，小俱乐部会无力支撑收益漫长的青训，这样会搞乱一个国家足球发展的根本。所以德国足协用这种方法，以制度保证足球俱乐部得以青训为本。德甲德乙只有3支俱乐部因为特殊情况得以豁免，分别是勒沃库森、沃尔夫斯堡和后来的霍村霍芬海姆。勒沃库森成立于1904年，沃尔夫斯堡成立于1945年。这2支球队一直算是德国著名企业拜耳药业和大众集团的厂队，从人家公司手中硬生生地剥夺掉管理权，显然有些不合理。而霍芬海姆的投资者霍普符合连续投资超过20年的条件，证明了是绝对的真爱粉，不是投机者，这才有了3个特例。50+1政策产生了良性循环了吗？我们拿数据说话。到2020年，德国一共有56个青训中心，93所足球精英学校，有24481个注册足球俱乐部，700多万注册球员，14.5万支各年龄段的球队。而且按照国际足联的统计标准，德国参与踢球的足球人口更是高达1600万，而德国总人口不过8200万人。也就是说，德国不分男女，每5个人就有1个人经常踢球，每12个人就有1个注册球员。德国也在06到14年3届世界杯里拿到了2次第3、1次冠军。所以在我看来，50+1政策虽然有些反市场，但对于德国足球的健康发展和重新辉煌是做出了极大贡献的。除了青训，50+1政策对于德国足球文化的延续、普及和扩大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最直接的一点就是保证了低廉的票价，俱乐部的重要事项众多球员投票决定，自然不会在票价上宰自己。所以德甲长期以来都是5大联赛票价最低的，即使在现在，最低票价平均也只有15欧元左右。像柏林赫塔还有14岁以下儿童免费进场的政策，而英超呢，则最低需要35欧元左右，是德甲的2倍多。西甲呢，我们看看2月4日西班牙人和奥萨苏纳的售票价格。
德国是欧洲经济最好的国家，而他们的门票却是五大联赛最低的，这就是德国足球氛围极其浓厚，看足球喝啤酒，对着球场大声吼，花钱不多，开心娱乐。也正是如此，德国球场的上座率始终是五大联赛最多的。像威斯特法伦这样的魔鬼球场，在德甲也不是个例。可以说，德国足球的基础走的是群众路线，不愧是马克思老人家的老家。所以对于德国球迷来说，他们是打心眼里支持50+1政策的，认为维护了这项政策就是代表着纯粹的足球，以至于产生了傲慢，对于任何敢于挑战的都产生了敌意。所以对于霍普这样坚持20多年投资家乡球队霍芬海姆的真爱粉，完全按照规则要求拿到霍芬海姆控制权的，竟然也被很多球迷痛恨，甚至在拜仁和霍芬海姆的比赛中出言辱骂。最终两队场上以聊天的形式熬掉比赛，以示对极端球迷的抗议。霍普还是讲究人，没有一点违背规则的做法就被骂成罪人。钻规则漏洞的莱比锡红牛更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抵制。莱比锡红牛在金主投资重组前，只是一支在第5级联赛自娱自乐的小球队，金主一进来就在钻规则的空子，比如规定队伍名称必须是中性名，不能有投资者品牌名。莱比锡红牛就想到了极为巧妙的手段，实际上它正式的全称并不是莱比锡红牛，而是莱比锡草地球队运动协会，不过缩写还是 RB 莱比锡。再看对标，猛一看就是红牛 logo， 但实际上却不尽相同。这套路就问你牛不牛？升入德乙德甲不是要会员说了算吗？可以，但你没有规定会员数啊。莱比锡红牛最早的会员只设置了8个席位，而且全是本公司高管。新的会员入会还必须全体会员同意。现在虽然拓展到了17个会员，却还都是内部人员。你说我破坏规则，莱比锡红牛还能大喊冤枉？我没有啊！但莱比锡红牛利用规则绕过了规则的行为，当然到处受球迷抵制了。增强青训，普惠大众，50+1政策真的没有问题吗？有，而且问题大了。50+1的本质说白了是一种均贫富的策略，如果只是关上门自己玩是没什么的，但足球现在是世界范围内的生意，资金的流向决定了俱乐部的竞争性。现在的德甲除了拜仁，真没有稳定的第二输出点，说白了还是俱乐部没有钱，留不住人。特别是德国负责转播业务的基尔奇集团在这期间曾破产重组，使德甲俱乐部因为转播权的损失，普遍丢失了30%的收入。这就让德甲俱乐部和英超、西甲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德甲球队在目前欧洲俱乐部生态圈中，多数属于大范围刮彩票、青训为大俱乐部培养小妖的角色。除了拜仁，大多数球队的球员一成名就几乎马上就被带走。所以不要说拜仁是挖掘机，他们不去拜仁也是去其他国外球队。就算是拜仁，因为工资水平的限制，也不像曾经那么有吸引力了。克罗斯当年拿了欧冠后去皇马就是典型的例子。除了克罗斯，看看这些年德甲其他球队失去了多少世界级球星：多特的奥巴梅扬、姆希塔良、登贝莱、美国队长普里西奇、哈兰德、京多安、阿什拉夫、门兴的扎卡、特尔施特根、勒沃库森的孙兴民、比达尔、狼堡的哲科、德布劳内、斯图加特的吕迪格、霍芬海姆的菲尔米诺、法兰克福的约维奇等等等等等等。德甲球队普遍变成了小庙，住不下大神了。竞技体育收益由成绩决定，而成绩由人决定。德国球队现在还能培养出人，却留不住人了，在欧战层面的成绩就难以维持了，而只靠培养青年球员赚差价的方式也只是小打小闹，恐怕以后再过几年，差距会被国外俱乐部越来越大，从而走一个向下坠落的过程。或许到了改变的时刻了，毕竟德甲是很具有商业价值的。慕尼黑1860也曾经尝试引进卡塔尔财团和阿斯顿马丁这些土豪的投资，著名的汉堡死忠，球迷传往区内也数度要入主俱乐部，但最终都因为50+1政策选择了放弃。而德国俱乐部的态度这些年也发生了变化。在2009年德国俱乐部会议的投票中，36家德甲德乙俱乐部仅有汉诺威96的主席马丁金德投出了唯一的赞成修改票，而到了2018年的再一次投票中，认为应当保留50+1规则则已经减少到了18家。勒沃库森前总理沙德就曾经表示，俱乐部需要新的资金来源，以减少与欧洲顶级球队不断扩大的差距。但对于想改变者，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俱乐部投资来源的情况下，继续保证青训的稳定和足球的继续普及。毕竟中超的反面教材充分说明了放任不管的危害有多大。好了，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了。点赞过51个，我将立即准备下一期。